可凉。世间哀愁，无知无休，离散却别我泪已从头。我愿上苍在我之后，让天下骨肉相守。我心向往雨纷纷，爱恨如土风的安详。我心向往烛火之光，来人格外荒凉。公子，不要拦我！我要见威后！公子，我要见威后！公子，不能进去！我要见威后！曹公子，这儿是高堂台，是你想闯就闯的吗？代报公公，我要见威后。威后身体不适，不见人。有件事我要见威后问个明白。该知道的你都知道了，回去吧。威后身为后宫之母，你要给皇歇和月公主一个交代。这人真是疯了，把他赶出去。我要见威后。公子，走吧。威后，我要见你。威后，放开我！放开他！我来了。威后心里清清楚楚，皇歇倾心于月公主，可却言语含糊，偷天换日，这是为什么？打一开始，大王和我给你赐婚的就是殷公主，至于那芈月，是你自己一厢情愿，与我无关。我和月公主两情相悦，我向大王求婚的时候说得清清楚楚，我非月公主不娶，月公主非我不嫁。威后仁慈，切莫毁了子歇的姻缘。你的意思是，芈月背着大王和我，早与你私定终身？这是王室之辱，大逆不道。威后误解，皇协和芈月的婚事，大王早已应许，为何又突然变卦？王室之婚从来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殷公主贤淑貌美，嫁与你是你的福气。子歇不想高攀，实难从命。你跟芈殷的婚事已是覆水难收，不要啰嗦，回去好好操办吧。威后，走吧，我累了。威后万万不可！威后身为后宫之母，怎可以个人好恶和一己私欲毁了别人的良缘呢？不要以为你是太子伴读，便可胡言乱语。后宫是我的后宫，规矩是我定的。把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给我赶出高堂台！威后，威后，威后万万不可啊！威后，威后！英儿这丫头真是瞎了眼了，怎么看中这么一个油盐不进的呆子，惹我生气。这呆子再不识趣，也拗不过大王跟威后。等成了亲，有殷公主管教着，他脑袋瓜子会慢慢活泛起来的。英儿这丫头，我早就看透了，做事心狠手辣，我对她不得不留个心眼儿。既然她非要跟这呆子绑在一起，那我就成全她，让她自作自受。一想到芈月会为此痛不欲生，我就觉得这桩婚事我非促成不可。上回你跟我说什么来着？有些人活着比死了更煎熬。芈月命大，上次中毒不肯死，那就让她好好的活着，让她知道活在我手心里的滋味。可那黄公子不肯罢休，是得想个法子把那书呆子看紧，免得他再生出事端来。妹妹，别太难过了。公主，威后那边要您去商讨一下陪嫁单子上的东西，让母后自己定夺吧。那些珠宝玉器的单子，威后已经勾画好了，
但平府的那些书籍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可是威后，母后再催你，你就说出嫁秦国，淑公主嫁妆一样不要。是。姐姐，你这又是何苦？公子歇与你落到这样的结果，母后难就其责。威后不会放过我的，这在我的意料之中。若是这样，公子歇的婚事落空，我出嫁秦国，谁还能顾你周全？我已经想不到那么远了。大王赐婚米音，公子歇会改变主意吗？不会，这正是我担心的。他若拒绝赐婚，罪名就是违抗君命，大王会对他治罪的。公子歇娶你不成，抗命不成，那你们该如何是好啊？无路可走。都怪姐姐，那日祭祀少司命献舞，姐姐半真半假的肚子疼，就是为了让你有机会和皇公子珠联璧合，谁料却弄巧成拙，反而让母后更加记恨于你。眼下还有什么办法是姐姐能帮你的？姐姐若愿意帮我，就找个万全的地方，让我再见子歇一次。好，姐姐来想办法。多谢姐姐。大王赐500卷书简给淑公主做嫁妆，内载列出的书目给威后和淑公主过目后，却不甚合意，所以淑公主才要我陪着过来，亲自挑选。月公主说的是，根据楚国之历来规矩，给公主做陪嫁的这些书简不能是孤本，只能是抄录本。不然的话，公主这一陪嫁过去，咱楚国不是少了一些典籍吗？只是我这平府里的书卷已经多年没有得到整理了，好多个书卷都只剩孤本，抄录的副本它就不够齐全。你说这临时要找这么多的抄录本，哪儿去找啊？为何无人整理啊？若是没有朝中大臣主事分派编修，布置世子抄录整理，小臣那些个粗俗不堪的杂役，怎么敢去动这些典籍呀？好了好了，带我周围看看吧。是，请。快去吧。子歇，子歇，月儿，子歇，我好怕，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也怕。在这宫里，魏后一手遮天，我真的怕她再伤害你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顶多以死抗婚，你我均不为死，奈何以死拒之？鱼死网破，只怕正好合了有些人的心思。我想，魏后尽管赐婚，但她困不住你的手脚，你可以逃婚，可以跑。对呀，既然眼下楚国宫中佞臣当道，我不如干脆藏之隐身，给
跟你一起跑。可是这宫里重重铁壁，魏后的耳目把我看得很紧。我就算能逃出宫，咱俩结伴相行，只怕连郢都的城门都没有出去，就要被他们抓回来了。可不会一点机会都没有吧？机会总会有的，让我想想。这几日，我都会以帮舒姐姐整理出嫁书籍为名到平府来，你我可以在这里碰头。好。假如我真的和子歇走了，你们怎么办啊？只要你们能走，不用顾及我们。可你们打算怎样走？姐姐，不用担心我，我也是男子汉了。只有分头走，才不会引人瞩目。只是还没有详尽的打算。这可行不通。你一个女儿家，路上何人照顾？出了意外怎么办？分头走，彼此如何联系？到哪儿聚头？更不要说你是个公主，魏后只手遮天，她可以用任何名目在楚国上下搜捕你，这样风险太大了。姑姑说的有道理，但事已至此，哪有不担风险的办法？最好是不要惊动魏后，能名正言顺地离开这儿。名正言顺？只怕很难。你们要抓紧时间誊写啊！是。哟，见过月公主。舒公主听说世子们正夜以继日整理抄录典籍，让我过来看看。啊，月公主请看，这是刚刚整理完毕的吴国史册。这些呢？哦，这是越国史册，正在整理抄写之中。凡是作为舒公主陪嫁书籍，要让人先着手去做。那是自然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孙子兵法。孙子兵法啊，这是一套比较完整的孙子兵法。当年孙武在吴国练兵，铸就了这套兵法，由吴王阖闾收藏于宫中。后来孙武离开了吴国，便有一些断简残篇，流传到世上。但这套完整的兵法呢，一直存在吴王的宫里。后来越王勾践灭了吴国，那么这套兵书也就藏于越国，直到先王灭越，才将这套完整的兵书收藏于我楚国的宫中。既然如此珍贵，为何扔在此处无人问津？是啊，当年先王在的时候，是想找人来整理这套兵书，可是没过多长时间，还没来得及动手，先王就驾崩了。大王继位的这些年，一直无人问起这套兵书。幸好舒公主的陪嫁书中没有这套兵书，要不然又得要多少人来誊写，忙手忙脚的，那也来不及呀。兵者，国之大事，生死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故经之以武士，教之以纪，而索其情。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教，五曰法。太子，敢问黄公子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子杰正打算陪太子去平府查些典籍。大王有旨，公子歇与殷公主大婚在即，威后特赐金华台给公子成婚，所以请公子即刻进入金华台，以安心料理婚事，闲人不得入内打扰。请吧。慢着，
公子是我的陪读，此事我要去与父王商榷。太子，威后要小的传话，说是公子歇的事与太子没有干系，还是不要趟着浑水好，安心在南薰殿读书吧。公子，太子，无妨。请吧，公子。快去告诉芈月。是。月公主，月公主，月公主，皇公子被威后以筹备大婚为名，已经关进金华台了。关进金华台？包括太子在内，没有大王和威后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那……这竹简和编绳破旧成这个样子，姐姐却把它当宝贝一般。这是《孙子兵法》，天下孤本，看起来不起眼，却是真正的宝贝。兵之行，避实而击虚；水因地而滞留，夫兵行向水。水之行，避高而趋下。这哪句连着哪句啊？蓉儿念的不对吧？应当是夫兵行向水，水之行，避高而趋下；兵之行，避实而击虚，水因地而滞留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水因地而滞留，兵因敌而制胜。故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对呀，说得好。什么说得好？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子歇被关进金华台，该是暂时性命无恙，但说明威后仍不肯对我们有一丝一毫的放松。这几日我一直在想“名正言顺”这4个字。舒姐姐曾提议要我做她的应试，陪嫁去秦国，我没有答应。现在想来，只要能离开楚国，那便是海阔天空了。对呀，不如先假意赞同，让舒公主去睡转魏后那边。魏后若肯放手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开楚国，你和皇公子就有了逃脱的希望。只是这筹划要不要告诉舒公主？还是先瞒她一阵为好，少一个人知道，少一份风险。更何况万一事情败露，我和子歇是死活都豁出去了，但绝不能连累了舒姐姐。妹妹，你真的想好了？嗯。好妹妹，这下可好了，姐姐这7上8下的心也算是掉到井底。我知道你一直为你娘亲的身份所困扰，但是你想想，你我毕竟与他人不同，即便你跟我随应，我绝非会把你看成卑贱女子，你我依旧是好姐妹。将来你的儿女就是秦国的公子公主，血统尊贵，一生无忧。姐姐，此刻我就是想离开这儿。什么血统尊贵，一生无忧，我已经顾不上了。不管怎样，你想通了就好。我会去母后处向她挑明此事的。什么？你要芈月做你的陪嫁？你是真的糊涂懵懂，还是故意来惹恼我？母后既然愿意倾其后宫珍宝送舒儿出嫁，为何一提芈月2字就断然回绝？不要问那么多，不行，就是不行。芈月从小与舒儿一起长大，只有她最知道舒儿喜怒哀乐。秦国路途遥遥，若有芈月，也能减少舒儿的思乡之痛。正是因为我疼你，楚国的任何东西我都不会说个不字，但只有芈月，我不能撒手。芈月与皇公子婚事未成，楚宫内外早已议论。既然母后不想让她在楚宫出嫁，那就让她陪我去秦国，也可免了是非与众人的猜疑。不管外人说什么，我主意已定。
难道母后一心想让她死在宫中？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别人说三道四也就罢了，你怎么这般不知好歹啊？说公主错怪了威后，威后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公主好。既然是为了舒儿，那就帮舒儿解开心头之谜。从小只知道母后慈爱，对待宫中其他公子公主也恩威并重，宽严有度。为何只有对待芈月如此的刻毒刁难？芈月的娘亲与母后的嫌隙，那是多年之前的事情了。她的娘亲去世，再大的怨恨也该烟消云散。难道连恩怨也要母债子还吗？事情并非像公主想的那样。那是怎样？好吧，既然你非要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这么做是有缘由的。芈月尚未出生，执掌司天台的太史令堂妹就预言，芈月是8星出世，4府变，6甲乱，当主天下大变。芈月她从小心机和作为就异于常人，如果真应了堂妹的话，首先受害的便是我的骨肉。所以不管她在哪里，我的眼睛都大大的睁着盯着她，免得她兴妖作怪。她再一日，我就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你还要带她走？你太不知道轻重厉害了。母后，所谓堂妹的预言，从一开始就荒诞无稽，母后却偏偏自寻烦恼。芈月从小孤苦伶仃，母后更应该可怜她，年幼丧母，无人疼爱，对她格外开恩才是。却因为10几年前某人的胡言乱语，疑神疑鬼，捕影拿风，这是何苦？我把前因后果都告诉你，如此苦口婆心，你还执迷不悟，你想气死我呀！淑儿原本还猜疑玉儿到底犯下了多大的过错，听了母后一番话，却更觉得她无辜了。淑儿心意已定，若母后不准，我就去向大王评理，望母后顾及母女情面，不要再阻止淑儿带玉儿去秦国了。今日我陪舒公主去看嫁妆，那些珍珠宝贝差点把我的眼睛晃瞎了。你呀，真没见识。去年我在威后那儿伺候的时候，跟着玳瑁姑姑去过一趟方府。你知道方府吗？当然知道，那是宫里头专门藏宝贝的地方。我在那儿看到不少好东西呢。你知道吗？听说这回大王赐给每个陪嫁应试不少好东西呢。他怎么没去领啊？看书看傻了呗。自从威后给皇公子和殷公主赐婚之后，他就心灰意冷，胭脂水粉一概不沾，除了看书还是看书。用不上的东西，给咱们俩。月儿，姐姐来了。我经过你的屋子，看到里面还有光亮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呀？我想再看一会儿书。不就是一部兵书吗？女儿家又不带兵打仗，看它做什么？反正心里头闷着，正好拿它解烦。上次月花台中毒，你的身子一直没有好利落，当心再倒下。知道了。那我先去睡了。好，你也早点歇息吧。姑姑，何事？我是云梦台的魁姑，听说过些日子皇公子和殷公主就要大婚了，我们做奴婢的没什么好送的，做了些喜饼表表心意。啊，交给我吧。那就有劳了。
公子，这是云梦潭的姑姑送来的喜饼，放着吧。灵儿，看见没有？这是青玉羽裳。哦，这琉璃珠虽不如随侯珠，但也相差不远。这蜻蜓眼，据说是从极西之地来的。这一套玉佩是用上等的玉石做的。这些啊，都是微后指定宫里头给的嫁妆。你看看这颜色。这犀角杯和这一套八组带钩，分别是用金银铜铁、西域流错8种制材做成。这些啊，都是大王赐的。这赤玉珠串。还有这一套金饰，共有12件，这些都是娘亲留给我的。公主出嫁，这些嫁妆多风光啊！看起来跟狄公主没什么两样。哼，狄公主有什么好呀？狄公主要远嫁，要嫁到那狗都不拉屎的地方去，这辈子想回楚国，跟登天那么难。比起来，我宁可不当狄公主。公主说的也是。恕公主这次走了，还不知道哪日才能再见到。那月公主就更可怜了，娘亲早死，又不为微后所喜，只怕是连个送她的人都没有呢。说的也是啊，跟她娘亲一个命，都是给人当陪嫁硬饰，没人送。那本公主只好去送一送了。哎呀，月儿姐姐，哎呦，你也真是的，宫里给每个应试都配了婢子和下人一起带到秦国去，你怎么一个也不要啊？月儿不会使唤人，姐姐若喜欢，留下自己用。不说别的，眼下若是有人照应你，这些针线活哪要你亲自操持？这是给蓉儿做的衣裳。蓉儿长大了，少年公子翩翩风度，衣裳总要多备几件的。我这当姐姐的做的，无论好坏，总是当姐姐的留给她的一片心意。那要是到了秦国怎么办？我是王后，你是我的姐妹，总不能这些事情还要你亲自动手。就算你肯，我还不肯呢。秦国后宫那些不知根底的人，还不知怎么笑话我们。后宫里的人都是这样攀高踩低的，想想真是没趣。公主，殷公主来了。她来干什么？哟，你们都在呢。我还说呢，这舒妹妹要出嫁了，不知道得多忙啊。且不说陪嫁中的那些摆设、器具、书籍、珠宝首饰、乐器药材，光那4季的衣裳就得有好几车吧。秦国啊，那地方冬天特别的冷，舒妹妹得把银鼠皮和灰鼠皮的大袄多拿上2件，免得受冻。
我的嫁妆由母后定夺，殷姐姐还是多操心自己的事吧。可不是，我那儿也乱成一锅粥了。说起来，我比妹妹还有早出嫁一个时辰呢。这是皇族族长和威后根据大祭司问卜神庙的结果定下的吉时。这不，陪嫁的单子也有了，光金银玉石、玛瑙沉香的手串、手镯子就有好几大盘子，再加上项圈、耳环、凤钗什么的，一样样的看过来，看得我头直疼。其实啊，我也不在乎那些东西。子歇的父母过世早，家里头的事情都是由他们族长做主。皇家在楚国虽然没有过去的花团锦簇，但排场仍旧得撑着。我的嫁妆带过去，还不都是便宜了别人？殷姐姐若没别的事，忙你自己的去吧。没关系，我也是出来散散心的。灵儿，在，帮着珍珠给我碰壶茶去。是。如今啊，我才真的相信，人是天生有命的。像妹妹你，就是荣华富贵，要当一国之后的命。像我呢，就是相夫教子，若夫君能加官进爵，我也就跟着享福的命。可也有的人啊，生下来就是贱，再张狂，也只能跟他娘亲一样，给人当个陪嫁硬士。你说，这老天怎么那么公平啊？珊瑚，你进来。我记得前段日子给舒公主做过不少香丸，你把她找来，用香炉把这里好好熏一熏。是。月妹妹，要不你我一起去园子里走走吧？这屋子里的污秽之气实在是太重了。哎呦，可不是，快走。走，走。母后，母后找我。舒儿来了。快，坐到母后身边来。母后方才在想什么？想母后年轻时出嫁的情形。母后当年出嫁的时候，一定是美人儿。女儿家出嫁，衣衫光鲜，满心希冀，哪个不是美人儿？母后当年和你此时是一个样子。半点不知日后为人妻、为人母的苦楚。舒儿感激母后养育之恩。舒儿即将远嫁秦国，那里不似楚国，没有母后和大王为你遮风挡雨，万事都要靠你自己。有些话我不得不叮嘱你。这几日我特别派人去查了一下秦王后宫的情形，你知道吗？秦王之前娶的王后是魏国公主，随王后一起嫁入后宫的还有她的亲妹妹魏延和她的一个族妹。王后无子嗣，魏延把自己的儿子公子华托付给王后抚养。这位公子华现在在众人眼中已是准太子。去年春天，前王后病逝，魏延已经升为夫人位分，大权在握。我担心你宅心仁厚，到了秦国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母后放心，秦王已经答应舒儿，要庇护舒儿一辈子。有秦王庇护固然是好，可是靠人不如靠自己，更何况枕边人的话是靠不住的。母后，好了，眼下多说无用。终有一日你会明白母后的苦心。蓉儿再有2、3年就可以分封领地，无论好坏都可以照顾好你自己和葵姑。小冉，我原本打算把小冉留下的，但郑伯身体欠佳，
已无力抚养小冉，我想，我还是把小冉带走吧。姐姐，此去秦国路途遥远，途中一定会遇到许多危险。小冉弟弟的事，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小冉不能进宫，可跟着你是公主陪嫁，又多有不便。我想，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这个了，让小冉跟着我。不可能，我们都知道，小冉不可能进宫的。但我可以出宫，小冉跟着我，我跟着你。陪嫁应试都有随从侍女，我随你一同离开楚国，既可以一路照顾你，又可以照顾小冉。那蓉儿怎么办呢？姐姐，别再把我当小孩子。魁姑这法子我赞成。我眼下虽不能为你和弟弟争一块天地，但绝不要你和魁姑再为我操心。再说云梦台里还有其他姑姑，不怕没人照应。蓉儿的确长大了，懂事了。只是魁姑为我们姐弟已经辛苦了半辈子。我原本打算让魁姑跟着你去养老的，若是跟了我，难免前景险恶，凶吉难卜。不用多说了，跟你走，无论是吃苦还是享福，姑姑都情愿。玳瑁，你跟随我这么多年，忠心耿耿，我和你的情分早已超越了主仆，所以我心里有个打算，一直不忍跟你说。微后要是这么想，就把婢子当外人了。淑儿要出嫁，我心里总是不大放心。她过于天真，心性纯良，要远嫁那虎狼之妻，我担心她不是那些后宫之人的对手。微后是打算找个心腹跟着舒公主去秦国，好助她一臂之力。正是。微后既有此意，玳瑁在所不辞。你真的愿意去？玳瑁从小入宫跟随微后，家人受尽微后恩典与责，婢子的性命都是微后的。只要微后肯放心，婢子一定竭尽全力保舒公主在秦宫平安。有你同去，我在楚宫也能睡几日安稳觉了。其实让你去，我是一举两得。我已经对那贱人做了安排，万一他没死在路上，到了秦国，说不定哪日他会成为舒儿的克星，到那时就要靠你见机行事了。婢子明白。殷公主，时辰到了，殷公主请。殷公主，季伯，怎么不见黄公子啊？子歇躲在喜房里不肯出来，我也正着急呢。他要不来，如何行这一拜大礼？我亲自去请他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书，却生得一
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泥水暖，渭水寒，换不回一人入骨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尽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在